燒烤嘅火舌聲夾雜住機場快線經過嘅聲音，呢一度雖然稱唔上係位置極佳，不過可以悠哉游哉咁樣 camping 半日兼望住個日落景都唔錯㗎。嗱，今集等阿恒同大家遊車河，繼續分享心理學。大家好啊，歡迎再次收睇阿恒遊車河啊！如果你係第一次發現呢一個 channel 嘅話，呢度主要係用一種邊遊車河邊分享嘅形式，同大家分享心理學現象、創業知識，又或者生活冷知識嘅。未訂閱嘅朋友覺得啱睇嘅話，阿恒邀請你俾個 like 同埋訂閱，少少嘅鼓勵就係我最大嘅推動力啦。好啦，講講我哋今日嘅行程先，好簡單，我哋經過青馬大橋轉入大嶼山欣澳，到最終咧會到達小蠔灣嘅海邊深水角徑海邊路段嘅。嗱，大家都知道之前疫情期間咧，大量嘅車友其實就集結喺欣澳站對出嘅一條單線雙程行車線嗰度咧車中泊。嗱，部分咧特別唔守規矩嘅人咧，就將呢個地方玩爛咗，最終政府咧就出手封咗條路噶啦。所以喺大嶼山小蠔灣附近可以直接揸車去到海邊嘅地方買少見少，大家要珍惜啊！好啦，今日繼續講 MBTI 係一個非常實用嘅心理學理論。我哋咧只需要掌握到佢背後4組共8個英文字母嘅密碼嘅話咧，大致上你就可以對自己啦、身邊熟悉嘅人咧，甚至一個普通平凡冇乜嘢交往嘅同事，透過呢一個 assessment 咧，我哋就可以知道佢哋嘅做事風格同埋應該要點樣相處啦。嗱，阿恒之前咧已經製作咗頭2組共4個密碼，分別係 I 同埋 E 外向同埋內向，同埋第2組嘅密碼 N 同埋 S 實感同埋直覺。如果未睇過又或者有需要複習一下嘅朋友，強烈建議大家咧睇翻之前我拍嘅片，你將會獲到唔少嘅軟知識㗎。而今日咧我哋會集中分享 MBTI 入邊第3組2個嘅密碼 T 同埋 F，Thinking 同埋 Feeling 嘅差異，同埋探討一下點樣運用呢個概念應用喺工作啦、感情啦同創業嘅事上面嘅。Thinking 思考型同埋 Feeling 情感型咧，其實係 MBTI 喺分類入邊咧，我嚟區分一個人點樣做一個決定或者點樣判斷一件事嘅方式嚟嘅。我哋成日聽見對人不對事、對事不對人呢2種嘅方式，大致上咧正好就係將人分為2類，一類咧就係思考型嘅人 Thinking 啊，佢決定一件事嘅時候咧係對事件而咧忽略人嘅；一個咧就係 Feeling 情感型嘅人咧，佢就係決定一件事嘅時候咧，通常就係以人為本、以人優先啦。嗱，其實兩者 T 同埋 F 嘅區分咧 ，Thinking 嘅人咧係偏重於理性，注重邏輯、客觀同埋分析；而 Feeling 嘅人咧啱啱就相反咧，就係着重情感、注入人情、主觀同埋價值觀嘅。實際生活上，你都應該想象得到一個嚴重嘅 T 嘅人同一個嚴重 F 嘅人一齊合作嘅時候，佢哋所做嘅決策同埋想考慮嘅地方咧，完全係可以係相反，採取唔同嘅標準同埋方法嘅。好啦，講多少少之後，我會同大家用一個例子分析嘅。嗱，Thinking 思考型嘅人通常咧都會傾向用邏輯啦、客觀啲嘅角度咧嚟到睇一個問題，並且咧會依據住所得嘅觀察分析，到最終咧就做定論嘅。佢哋咧通常都係冷靜啲、理智啲，識得用個頭腦邏輯咧嚟到解決問題。嗱，不過咁樣嘅話咧，相對嚟講咧就會缺乏同理心，有時候咧因為過度理性嘅話咧，就會忽略咗好多情感嘅層面因素㗎啦。嗱，相反 Feeling 情感型嘅人通常咧就會更加注重情感同埋價值觀，而且佢會採取一種主觀嘅角度去睇問題嘅。佢哋通常都會可以好細緻咁樣觀察同埋理解其他人感情同埋需要嘅部分，所以係非常之有同理心。但係亦都因為有時過度嘅感情咧，而難以做出理性嘅決策嘅。好啦，經過簡單嘅描述之後，不如我哋用一個例子睇下兩者會有咩分別呢？喺亞皆老街天橋咧附近咧，試過有啲人咧就抌嗰啲針筒啦，吸毒完之後咧，嗰啲針筒係四處抌啦。咁嗰啲口罩用完之後又隨處抌啦，四圍吐痰啊！亦都曾經試過有好多人喺嗰度小便，所以令到嗰個衞生環境非常之惡劣咯。我哋都係有唔好嘅一面，我會承認啦。但係可唔可以公平啲去雙方面
去理解下呢個問題點解會演變成咁。香港政府到今天為止咧，都係冇一個無家者友善政策嘅。咁我覺得啲露宿者可能會帶嚟一啲治安方面問題，會影響到我哋呢一啲樓上居住嘅市民啦。有關露宿者 call and go 滋擾居民，你又會用乜嘢角度理解呢？剛才訪問嘅居民就從治安入手，佢哋會唔會吸引不良嗜好嘅人聚集啊？會唔會向居民要十元八塊㗎？平時仲有佢哋會唔會趕走咗啲高質素嘅住客，然之後結果吸引咗啲冇咁好條件嘅新住客搬入啊？等等，呢啲都係治安嘅問題。咁另外影片都提及到大量嘅衞生問題㗎啦。咁當然仲可以從經濟嘅角度嚟到諗啦，優質嘅居民被嚇怕大量嘅遷出換嚟嘅可能係次一級嘅居民喺入邊嗰度，咁結果劣幣驅逐良幣嘅影響底下，整個區嘅價值就會下跌啦。打岔一下，我哋而家需要左轉，由欣澳道轉入長東路嗰度，然後繼續直行嘅，大家要注意一下。嗱，剛才呢嗰3個有關反對露宿者嘅原因呢，都係阿恒昔日呢喺做露宿者義工派飯或者做心理輔導嘅時候，普遍聽見嗰啲反對嘅居民嘅聲音嚟嘅。嗱，你唔難發現，無論你係從邊一個角度入手都好呢，佢哋都有一個共通點，就係都係對事嘅，好少談及人嗰方面嘅。呢一種用客觀分析、邏輯優先嘅考量，正正就係 thinking 思考型人嘅特長啦。嗱，咁如果其實個結果都係相同，大家都係反對，認為要解決露宿者嘅問題㗎啦，但係佢係情感型嘅人，咁佢哋又會諗緊啲乜嘢，用乜嘢嘅角度嚟去做考量嘅呢？嗱，我呢正正就係 F 情感型豐富嘅人，所以我係好清楚我哋係點諗嘅。露宿街頭本身就唔應該出現喺現代社會㗎啦。當我哋制度越完善，就越應該要照顧到唔同層面嘅人嘅需要㗎嘛。我哋應該盡力令到啲弱勢社群得到照顧，而唔係由得佢因為低競爭力而被歧視嘅。然後喺街頭上呢，就會出現一幕又一幕人與人之間嘅對立傷害㗎啦。所以可以幫佢哋脫離露宿嘅困境，對社區又好，對佢哋都好，都係一個 win-win 共贏嘅處境嚟嘅，係好唔簡單解決㗎啦。不過面對住人嘅問題，從來都唔容易㗎啦。簡單啲講句，冇一個人一出世就露宿到而家幾十歲㗎嘛，佢哋一定係經歷咗好多嘢，由迫於無奈變成而家唔再理會其他人嘅眼光㗎啦。好啦，以上呢就係一個作為 feeling 嘅人、情感型嘅人，佢要解決露宿者問題嘅時候所諗嘅方向係啲乜啦？係咪好唔同呢？大家都可以聽得出，佢基本上呢係從人出發嘅，而唔係解決嗰件嘅事件，係去幫助嗰個人。嗱，既然 T 同埋 F 咧有咁明顯嘅分別，咁我估大部分人對自己屬於邊一類型人呢，其實都唔係太難認識嘅啫。其實兩者不論喺工作、學習、人際交往上邊呢，都有唔同嘅優勢同埋表現。咁阿恒就覺得喺 MBTI 4組性格嘅入邊呢， T 同 F 咧都算係大家最容易理解嘅啦。無論你用負面嘅冷血同埋唔用大腦，又或者好聽啲嘅用心思細密同埋人情味都好，大家咧都係好容易可以掌握到兩者嘅分別嘅。好，接落嚟高階一啲，我哋會結合上一集講到有一啲人對抽象同概念性嘅事情係特別容易掌握嘅，我哋稱依類型嘅人做 N 直覺型嘅人。而另外一種人咧對具體實實在在嘅事情係感覺到興趣多啲嘅，我哋就叫依類型嘅人叫做 S 實感型嘅人。好，結合起嚟就係圖中4個嘅類別啦。嗱，關於啲4組組合嘅描述呢，我就已經擺咗喺煙火度比較詳細嘅同大家分享噶啦。咁我喺度呢，就只係簡單咁樣每一個描述少少啦。好，先講 Thinking T。咁如果你結合到 S 實感型思考嘅話呢，咁就會成為咗邏輯思維最強嘅一類型人啦。嗱，TS 嘅人呢係非常之有自信，同埋呢係依賴邏輯嚟到思考嘅。咁你要同佢對話嘅時候，記得要準備好一大堆嘅資料，而且要說之以理，咁樣呢就可以同佢談判、同佢合作同對話啦。嗱，值得一提呢，其實佢哋嘅思維模式呢係比較線性，就好似火車去完一站 settle 完之後再去下一站一樣。呢種線性嘅推動力呢係4者之中呢係最強最明顯嘅。嗱，而家打岔一下先，我哋又要左轉啦，轉埋呢個彎就代表我哋仲剩大約
分鐘之內嘅路程就到達啦。好啦，至於 T 結合 N 嘅話就有啲唔同啦，佢哋同樣都係理性，不過佢哋諗嘢呢係網絡性嘅，思維呢就好似一張鳥瞰地圖一樣，係多元化，比剛才講嘅 TS 呢係更加容易掌握到整個嘅大局嘅。所以當同佢哋溝通嘅時候，你可以提供多啲具展望性又符合邏輯嘅建議，咁佢哋呢就會比較容易理解你啦。好啦，至於有關 Feeling F 嘅啲兩組人呢，就完全唔同啦。我先講 FS 呢，實感再加上情感嘅人呢，會令到佢哋呢係成為咗4組入邊自覺性最強嘅人。好搞笑嘅係，佢哋經常呢都會將自己呢代入咗好似現場嘅舞台一樣，自己就成為咗舞台其中一個主角呢去演繹此時此刻嘅。嗱，由於佢哋呢對環境嘅感知度好高，所以好細微嘅感覺呢，佢哋呢都係好明顯可以分別到出嚟嘅。嗱，亦都因為咁樣，所以你能夠專注呢一刻，說之以情咁樣嚟到同佢哋溝通嘅話呢，就好似大家都一齊喺個舞台入邊嚟到演繹緊呢一刻嘅話呢，就成為咗同 FS 溝通嘅最重要關鍵啦。最後就係阿恒嘅性格 FN 被稱為同理心最強嘅人啦。嗱，如果剛才 FS 咧係喺個舞台上面好細緻咁了解每一個人嘅需要嘅話呢，咁 FN 咧就會用佢人情味同埋責任心兼備之下咧，關心整體嘅需要啦。嗱，佢哋嘅思考嘅模式就好似雷達咁樣一樣，係關心整體同埋顧及未來嘅需要嘅。所以咧 FN 嘅人咧，往往喺群體中咧就會成為咗佢哋嘅靠山啦。好啦，今日講到呢度先。嗱，目前為止 MBTI 已經講咗6組嘅英文字噶啦，咁剩翻 J 同埋 P 咧，阿恒都會盡快製作推出嘅啦。如果有咩問題嘅話，留言俾我，睇下我可唔可以解答到大家嘅。歡迎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頻道啦。嗱，而家泊好架車之後呢，阿恒呢準備要整煲仔飯同埋呢個嘅鰻魚燒啦。咁就之後呢，我哋會睇埋日落先走嘅。咁啊，俾個日落景大家睇啊。好多謝晒大家觀看，拜拜。